在入手 Model Y 之前，我有一个最大的疑问，就是为什么明明大家都吐槽 Model Y 的体验不如国产新能源，但是 Model Y 的销量却始终居高不下？这似乎是一个巨大的悖论。今天的视频我会从4个角度来聊聊这款车的使用体验，分别是外观、驾驶、舒适以及智能。我们先说外观。很多人都说 Model Y 就像是一个行走的大鼠标，但我第一次看到它的时候，我真的发自内心的觉得它很漂亮，就是那种每次经过停车场看到 Model Y， 我都会惊呼：哇，这谁的车这么漂亮？然后一想啊，我的，就是这种感觉。Model Y 的内饰设计，很多人说是毛坯房，我不觉得。我认为除了水杯槽没给限位器之外，其他环节设计都是简洁的美。当然，审美是主观的，我作为车主，我是很喜欢的。选择白色内饰之前，我其实特别纠结。我给大家看一下我使用半年之后的效果。我从来没有专门清洁过座椅，这是现在的一个状态。唯一就是主驾座椅侧面有一些纹路，但是我跟大家说啊，完全不用焦虑，日常根本就不会注意到。你就把握住一个原则，别穿牛仔裤、牛仔服，其他的就随便用。很多用户担心白内饰的这个白色面板是不是会反光，然后影响后视镜的使用。我跟大家说啊，完全不影响。如果你喜欢黑色，你就选择黑色；但如果你喜欢白色，然后因为各种纠结最后选择了黑色，那在漫长的用车时光里，你一定会后悔。白色就好像是一个太空座舱啊，科技感十足。至于2寸的轮毂选装呢，非常好看，颜值满意，但确实没有带来其他的附加价值。这个部分我觉得19寸轮毂也不错，也很好看，更长续航还省8000。车漆我选择白色简直是完美，就是又好看又耐脏。白色到底有多耐脏呢？我给大家看一下，就日常脏了，但是灰尘它都均匀的铺在车上，只要你不用小手去擦拭，根本看不出来脏。就风挡玻璃已经脏成这个样子了，但是车身还跟新洗过的一样。买回来半年，我总共就洗过3次车，每次想洗车的时候都特纠结，就觉得洗车是一种浪费。至于选标准版还是长续航，我在使用半年之后，我给大家的建议，如果你没有特别高频率的固定的长途驾驶体验的话，我会优先建议选标准版。我这个就是长续航。我买之前跟很多同学一样，续航焦虑，就觉得标续版肯定不够啊，你开一半在趴的路上，最后怒生预算选择了长续航。结果呢，除了多花了几万块钱，每天背着一个根本用不完的大电池满街乱窜，其他对我唯一的帮助就是能够稍微降低一些我充电的频率。但是你要付出5万块钱的代价呀，这5万块钱省下来，你就想你每次充电都去超充，你才能花多少钱？所以如果让我再选一次的话，我会选择标准版。补充一下对于续航的说明啊，我这辆长续航充到90%，大概可以开470公里左右。当然，如果你打开空调，还会有不同程度的衰减。但总体来说，特斯拉的续航预估非常的准。我就这么说啊，完全没有续航焦虑，你就可以放心大胆的开。接下来我再说一说驾驶，哇。特斯拉的驾驶就是4个字啊，名不虚传。加速踏板是我的最爱，标准动能回收模式之下，加速踩下，减速抬起，停止时候踩刹车。好，松开，看到吗？它这个衰减的速度，这是我没有踩刹车啊，没有踩刹车它自然衰减的速度，就是它这个强动能回收的回收能力还是非常强的。我说什么呢？很多传统油车车主开不惯，但是我能。就这个踏板能给我带来对车辆非常强的掌控感，踩下的每一个角度和抬起的每一个角度都精准对应一个车速，轻微改变一点点力度，车辆都能带来非常精准的反馈。我有2个场景日常帮助我最大，第一个呢就是路口转弯，传统车型我需要换脚去踩刹车，但是现在我只需要轻轻抬脚，车辆减速，然后打方向盘过弯就好了。看到了吗，同学们？就这样，它就能非常好的帮助你来转弯。就在这个过程中，你看我没有踩刹车踏板，但是我非常丝滑的，而且对这个车的掌控能力非常强的就拐过了这个弯。对于速度的丝滑控制，让开车变成了一件特别简单的事情。第2个场景呢，就是缓行路段，不是那种就是堵的完全走不动道的那种缓行啊，就是那种有快有慢。传统的车呢，你需要在油门和刹车之间来回脚进行切换，但是对于特斯拉的动能回收，我只需要靠一只脚轻踩轻抬就能够实现对车辆的精准控制。其实动能回收只是一个表象，真正带来这种丝滑驾驶体验的是这种精准的踩踏力度和速度一一对应所带来的极致的对车辆的掌控感。至于刹车，脚感同样非常棒，线性感十足，完全不会出现刹车点头的情况，这一点比我自己开的理想 L7 要好很多。我知道很多观众看到这儿眼睛里突然闪烁出光芒。你要是聊刹车失灵，我可不困了啊！我上网搜了一下，截止到今天，特斯拉所有事故在国内的新闻，目前还没有一起是官方有法律效力的这种裁定说刹车有问题。这个位置，我的观点是，很多用户经常提到肇事司机是一个
20年老司机，我认为20年老司机除了能证明这个司机年龄比较大，接受新鲜事物的能力比较慢之外，什么都说明不了。就你如果说20年零事故、零刮蹭，那我认为你是一个驾驶习惯很严谨的这样一个司机。但如果你只说他是一个20年老司机，那我认为和说他吃了20年米饭、吃了20年面条其实没有什么区别。我觉得在这个环节，特斯拉的最大的问题并不在于刹车，而在于它没有给用户一个低动能回收的选择。从我驾驶半年的体验来看，就没有哪一个环节说必须使用标准或者强动能回收的。如果使用低动回收，这个车开一半散架子了，没有这种体验。除了损失部分续航，不会给这个车带来非常大的驾驶体验改变，反而可以让很多老司机从油车切换到特斯拉的时候有一个更好的适应能力。所以在此之前，我不敢给爸妈去推荐买特斯拉，我不是担心刹车失灵，而是担心他们不能适应这种全新的驾驶模式。就在几天以前，特斯拉终于推送了具有低动能回收的系统，我也是第一时间升级了，体验了一下。实际上，低动能回收依然是有减速效果的，只是没有原来那么强烈。实际测试在标准动能回收，就是以前的那个模式下，从50的时速开启加速踏板不踩刹车，那时速降到10的时候花费了6秒钟，而如果开启新的低动能回收模式之下，需要12秒钟。在这种驾驶模式之下，明显能够感受对车辆的掌控能力是减弱的。路口转弯必须要换踏板、踩刹车才能够安全过弯，缓行跟车的时候必须来回切换脚去切换加速和刹车踏板。所以日常我自己开，我还是会选择标准动能回收，就以前那个模式。但是如果给我爸妈开，我可能会优先选择低动能回收模式。两种模式其实没有绝对的优和劣，它只是适应不同的用户。最后我想说，吵架是没有意义的，我也没有意愿去说服每一个不信任特斯拉的用户说特斯拉有多安全。我认为质疑一款产品最好的方式就是不买。大家用脚投票，市面上还有那么多可以选择的车吗？接下来我来说一下方向盘。特斯拉的方向盘有一个特点，就是一圈打满。大家还记得我刚才说的，特斯拉在很多驾驶上的有一个特点，就是一一对应，包括踩下踏板、抬起踏板的那个速度对应，包括现在方向盘每一个角度的对应。方向盘每旋转一个角度，车辆都会对应指向唯一一个角度，真的就是指哪儿打哪儿。而且单圈方向盘有个优点，就是有的时候啊，你打2圈方向盘往回的时候，你记不住自己打了几圈，这种情况在 Model Y 上绝对不会出现。Model Y 的转弯半径是有点大啊，之前我测试过和理想 L8 这种尺寸更大的车去对比， L8 的转弯半径反而要更小。遇到狭窄停车场、倒车入库或者路口掉头这些场景，明显感觉这车啊，就好像泰坦尼克号发现冰山之后打满舵啊，但是生生转不过来，就撞上了那种感觉。Model Y 在驾驶的时候，我还有一个非常喜欢的点，就是它的视野。它除了坐姿高之外，因为 Model Y 它的车头前面是一个更向下角度的倾斜，所以日常我在驾驶的时候，我是完全看不到车头的。我给大家对比一下 Model 3坐在主驾看车头，很多时候我在开 Model Y， 我就觉得自己在开一辆平头卡车，就是视野极其开阔。如果说这辆车在驾驶上有哪个环节是我比较抱怨的，那应该就是减震。我在买车之前，我身边的朋友朵哥，他知道我要买 Model Y 之后，他就已经提醒过我说，你要注意啊 ，Model Y 这个车很颠。我自己实际提车之后驾驶的一个感受就是，他说的对，正常路面驾驶还好啊，就能感觉到大家说的那种路感清晰，就好像你脱了鞋只穿袜子在那个柏油马路上狂奔一样那种感觉。但是对于我个人来说呢，我不太需要这种路感啊，我更喜欢舒适驾驶一点。Model Y 的减震，普通路面呢是微颠，但是如果遇到那种减速带或者坑洼路段呢，那就是整个人是往起弹啊，往起弹，猫和老鼠那种感觉，咚那种感觉。我对比一下相同时速过同样一条路，左边是理想 L8， 右边是 Model Y。大家可以看一下，在还没到达减速带之前，两者对于地面震动的传递。当我开过减速带的时候，无论是震动幅度还是震动声响 ，Model Y 都要更剧烈、更明显。但如果没看清楚的话，我再慢放，再来一遍。我知道有很多用户，他们很喜欢这种偏运动的调教风格，但如果你像我一样更喜欢舒适风格，或者更偏向于家用，那么要对 Model Y 的减震要做好充分的心理预期。第三部分，我想和大家聊聊舒适。我当初没有选择 Model 3而选择 Model Y， 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它的超大空间，它的头顶空间、它的腿部空间都要更舒展、更自在。我对比了一下 Model Y 和3的2排空间，大家可以看一下我在乘坐的时候腿部的纵向空间，3呢就是支起来的，真的是像小板凳一样，而 Y 呢是垂下去的，横向
项空间2排这个腿部距离前座的座椅 Y 大概要比3多了3-4厘米左右的这样一个空间，而在脚部空间 Y 大概要比3长了6厘米左右。Y 还可以把脚伸到前座座椅下方，而3呢则是被堵住的。我这还没有算天窗更高的隆起 ，Y 的头部会高出3一大截。所以如果你是偏家用，如果你的乘坐人数大于2个，那么 Y 确实要比3更适合一些。噪音方面也是普通水平。同样一段隧道内过脚带 ，Model Y 在关闭车窗后大概能控制在63分贝左右，而同一个场景 L8 大概是58分贝。虽然说在舒适体验上 Model Y 是各种普通，但是有一个隐藏大招我必须要提及，就是 Model Y 的车身尺寸以及它的超大储物空间。Model Y 的宽度是1.92米，在这个内部空间标准之下，这个宽度就控制得很好了。我有几台感兴趣的型号，宽度一查都达到了1.99米，而且Model Y 的储物空间是夸张的大，它有一个超级大的前备箱，很多停车位在倒车停进去的时候，后备箱想拿点东西就很麻烦，这个时候前备箱它的价值就体现出来了。实际测试20寸的行李箱放在前备箱是毫无压力的，你就知道这个前备箱有多大了。后备箱储物空间更是超级大，除了日常的这个储物空间，两边呢还有2个下线的也是超大的凹槽。我日常其中一个是放了几瓶矿泉水，另外一个呢放的是可能要御寒的羽绒服，然后小吸尘器。我知道有很多女生在这个位置就放了备用的开车的鞋子。储物箱拉开盖板，下方还有一个这么大的储物空间。在某种程度上，我认为 Model Y 已经算是一个小小的货车了。我看到有很多网友，他们有拉年货的、拉家具的、拉水泥的，还有拉矿泉水瓶的。就是前备箱、后备箱拉的满满一车矿泉水瓶，把这水瓶卖了，这一次充电的钱就回来了。我认为 Model Y 可以在1季度成为全球最畅销的车型，同时能够在销量上长期压制 Model 3，也是因为它宽敞的空间和它超大的存储。它可能本身定位并不是家庭用车，但是因为空间属性，给很多家庭提供了更多的可能。最后我们再来聊聊智能。特斯拉的绝大部分车机交互都集中在这块中控屏幕上，游戏主机级别的芯片保证了流畅顺滑，你可以看视频、打游戏、听音乐，甚至还搞定了 Apple Music， 甚至还搞定了小程序。通过小程序可以刷微博，你对一块车载大屏的需求，它都能够覆盖。但是特别遗憾的是，它不支持360度全景影像。现在的 Model Y 呢，可以实现倒车以及对车头，尤其是车头的右前方的一个距离检测。大家可以看一下，当我停车的时候，会有一条能量线来体现碰撞预警。当这个能量线变红的时候，就预示着你可能要撞上了。通过雷达来显示剩余距离，所以日常倒车入库啊，或者侧方停车呀，或者狭窄路段掉头，这些都没有问题。这套系统最大的问题是它只能监测这个稍微大体型一点的这种障碍物，地面上的这种停车线，侧面停车的时候，路边的那个马路牙子，它都没有办法检测到啊。这就要不得不提起特斯拉所有车主的一个内心深处的痛啊，刮轮毂啊！我也不知道特斯拉这个车怎么回事，别的车刮一下呢都是挤到轮胎，但是特斯拉这个车呢，它一刮就轮胎没什么事儿，但是会刮轮毂，这直接导致我现在不管马路边有多大的一个空位停车，我都是先开进去呢，完了往外窜窜，完了侧方倒进来，因为倒进来的时候后视镜它往下翻，你可以看到那个马路牙子和你车胎的这个距离。现在这个体验呢，就是很基础，不美妙，但够用。如果说智能环节我最不满意的，可能就是导航。就听起来很魔幻，一辆电动车的开创者，工厂就在我们国内，和我们国家有深度密切合作的这样一个厂商，它的车载导航居然做得不好。我第一天把这个车从服务中心提回家，半路上就出现问题了。那天遇到的是定位不跟随，然后我就只好把车停在路边，然后用手机导航导回的家。那之后呢，又没有问题了，我就用车载导航。结果又有一天晚上从环球影城开车回家，明明有大道可以走，他给我导到了一条这个乡间树林小道。好家伙，那条道连路灯都没有啊！我依稀记得那个晚上是真的黑呀。第3次又出现问题呢，是有一个高架，我应该从这个口出去。那天导航他一直在说，但唯独就我应该下高架的那个口他没说。然后等到过了10几米之后他才说的。就是导航这个东西，它不像考试，错一道题你打99，错2道题打98，它是跟你驾驶员之间有一个信任挂钩的。你不信任这个车机导航了，你可能就再也不会用它了，因为我不知道你哪次会出问题。大多时候我都会用这个车载手机支架用来导航，然后有的时候呢，我会把手机导航和车载导航同时打开，然后对比一下2款导航是否有一些差别。大多数情况它们是一样的，但是偶尔如果出现这种道路规划出现了偏差，那我会以手机为准。我不理解，我有一块这么大这么漂亮的屏幕，但是我没法用导航，我还需要再用手机来做导航。我这台 Model Y 没有购买完全自动驾驶，有3个原因啊。第一个原因是比较贵啊，6万块钱。第二
二个原因呢，就是你买这6万块钱，在你卖的时候呢，它并不会给你的二手车去增加价值。第三个原因呢，就是完全自动驾驶呢，现在在国内还没有正式上线啊，所以之前花6万块钱买这个服务的这些大哥呀，我只能说真是爷们儿啊，纯爷们儿。其实我认为特斯拉的魅力可能有一半都来自于这种完全自动驾驶。我看到很多海外的用户，他们已经可以自由的去实现完全自动驾驶，而且已经实现的这个效果非常好了。所以我自己开特斯拉的一个感受，我认为特斯拉它在体验上确实是不如国产一些新能源的型号，但是它在技术上并没有落后。或者说 Model 3和 Model Y 它们本身定位就是一个基础车型、基础体验，他们的目标就是降低成本、降低售价，从而推进新能源的普及。那么 Model Y 这个不花钱的辅助驾驶功能用起来怎么样呢？还不错，用大部分特斯拉车主的评价就是够用。拥堵路段开启辅助驾驶也可以实现自动跟车，那封闭路段开启辅助驾驶也可以自动加速减速。不过它不能通过打转向灯进行变道，你想要这个功能还得再加3万块钱。另外我再必须提到一点，就是特斯拉它的辅助驾驶就是一个毫无感情的冰冷机器啊，就过弯不减速，你这谁后背不出汗啊？综上 Model Y 的整体体验就是扎实省心，它的所有体验几乎都符合我的预期。在很多领域它的体验都不算是最好的，但是短板很长，基础体验很强，没有奇奇怪怪的小毛病，日常使用没有烦恼，让我觉得特别省心简单。没错，特斯拉的体验就是特别简单。聊到这里，我们回到视频开头的问题，特斯拉明明在一些体验上不如国产新能源的一些型号，但为什么可以在销量上保持领先？我认为有一个重要的因素就是品牌啊，当然在这里说的品牌不是说特斯拉它是一个美国品牌，说大家都喜欢美国品牌不喜欢国人品牌。我在这里所提到的品牌其实是一家企业通过时间沉淀岁月累积所获得的消费者的信任。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跟我一样的啊，就是试驾了一圈新能源的车型，也有很喜欢的体验的，但是不敢买，就怕这个品牌黄了，有没有？你说我花5000块钱买一个手机，第二天这个厂商倒闭了，我这5000块钱我咬咬牙认了。但是车如果这个车厂黄了，那软件升级和售后服务这些会受影响不说，你这个车的二手残值也会受到一个很大的打击。而在这种情况下，你说哪一天早上醒来看手机看个新闻说特斯拉黄了，这种概率是不是会比较低一些？我认为在这背后的是特斯拉从2011年就进入中国市场，通过12年累积起来的品牌声望。我认为也是这一点左右了很多用户他们的决定。到这里，我觉得可以解答我视频最开始提出那个问题了。Model Y 并不是同价位最舒适、最豪华的车型，但是稳定、扎实，符合用户的购买预期，同时对品牌没有额外的顾虑，这很重要。我现在最期待的可能就是完全自动驾驶的上线，把数据中心建在国内，然后通过有关部门的监管，到那个时候 Model Y 应该才是一个完全体状态。说真的，Model Y 真的是我各种意义上的第一台车，它是我第一次找厂商借的车，借了一个 Model Y， 是我第一次做的 Model Y， 是我拿到驾照之后第一次开的车。我们出发，怎么出发？我看看啊，是我第一次使用充电的车。哦，我这个拿下来之后，它就可以了，也是我第一次挂轮毂的车，是我第一次路过地下车库，看见它停在那儿，暗自欢喜，然后在心里说真漂亮啊这车。以后的岁月里，我可能还会去体验其他的型号，去买很多其他品牌的车，但只有 Model Y 是我真正意义上的第一台车。这种体验，这辈子真的就只有一次。可能10年之后、20年之后，当我回想起从前，我会说，哎呀，2022年我入手了人生的第一台车，特斯拉的 Model Y。好了，以上呢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我是钟文泽，我们下个视频再见。